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有趣的书《人体的故事：进化、健康和疾病》，作者是哈佛的人类学家丹尼尔·利伯曼。人类进化史是个漫长而有趣的故事，远不是一本书能讲完的。本书关注的是我们的身体如何进化而来，身体对环境的反应以及和疾病的关系。这一期先分享第一部分，我们的身体是怎么进化成今天的样子。自然选择本质上是遗传和变异共同导致的繁殖成功率的差异。父母会把性状通过基因传给下一代，而每个个体的基因会发生变异。变异是随机的，绝大多数变异对生存和繁殖无关紧要。但是有少数变异在环境压力下导致后代数量的差异，就形成了自然选择。如果把人类的身体结构和其他灵长类成员比较，会发现很多特殊之处。黑猩猩和人类亲缘关系最近，和它们相比，我们的磨牙粗大，大脚趾又短又粗，抓不住树枝。我们有足弓，有弯曲的腰椎，较大的膝关节，以及许多其他有助于长途行走的特征。走相同距离时，人类消耗的能量是黑猩猩的1/4，我们肠道只有它们的一半，却有几倍于它们的脑容量。我们对这些特征习以为常，其实它们很不一般，是数百万年间独特的自然选择的结果。大约600万年前，因某种环境变化，人类祖先栖息的非洲森林变成开阔地，被迫开始直立行走。达尔文认为，这是人类这个物种走上独一无二进化路的起点。直立使人类的双手从行走中解放出来，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，这有利于较大的大脑、语言和其他人类特点的进化。其实呢，我们祖先那个时候还不能叫人，从有限的化石分析，他们的脑容量和黑猩猩差不多，身体四肢保留着较多适合爬树的特征，直立行走时还很笨拙。你可以回想一下动物园里黑猩猩用2脚走路的样子。在开阔的平原上直立行走有许多优势，比如看得更远，利于发现食物或者危险。这样，善于直立行走的个体就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，也就有可能产生更多后代。这些早期猿人在约400万年前进化成南方古猿，身体构造使它们可以走得更稳，粗大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形成了良好的支撑，弯曲的腰椎将躯干固定在髋部以上，骨盆向外侧伸出，使得上身在单腿的支撑下仍能保持稳定。另外，南方古猿的食谱也和其他灵长类有很大不同。当生活环境从雨林逐渐成为开阔地，可吃的果子越来越难找到，南方古猿不得不吃一切能找到的食物，包括草、树皮、植物的根和茎。通常这些东西含有大量纤维，既难咀嚼又难消化。为了吃它们，人类祖先进化出了巨大的臼齿。现代人类的臼齿没有南方古猿那么厚实，但还是比黑猩猩的更大更厚。由于用力咀嚼，人的下颌骨也变得宽大有力。南方古猿和现代人类外形上的差异很明显。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 Lucy， 一具320万年前的女性骨骼化石，身高只有1.1米，脑容量和黑猩猩差不多。残存的下肢和腰椎显示，大多数时候她用2脚走路。如果 Lucy 穿越到今天，她更可能被送去动物园。我们的祖先直到冰河期才进化得更像人类。冰河期是地球气候变化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，它开始于200-300万年前。在此期间，全球气候不断变冷，海洋温度降低了2°C。2°C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作为全球海洋平均温度，它代表着巨大的能量变化。非洲变冷，大量植被消失，显然可吃的东西更少了。原始人类不得不走更远的路去寻找食物。和今天高度驯化的作物比，野生植物往往纤维含量更高，营养含量和热量更低，无法满足能量需求。它们开始寻求营养更高的食物及肉类。至少在260万年前，人类祖先就开始吃肉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们成为采集狩猎者。我们推断，吃肉应该与两性的分工同时发生。女性主要负责采集植物，男性不但要采集，还要捕猎。这种生活方式要求每一天都长途跋涉去找食物，有时还要收集腐肉或打猎。狩猎和采集需要一个群体的密切合作和简单的技术。直立行走的代价之一是人类爬树变困难了，而且2条腿肯定跑不过4条腿，在开阔地很容易成为食肉动物的点心，并且单靠速度也追不上猎物。但是直立行走的一个好处是暴露在阳光下的面积少了。另外，人类不知何时丢掉了长长的体毛，体表进化出更多汗腺，可以更有效地散热。人类是唯一可以在夏季炎热里跑马拉松的动物。
而其他哺乳动物没有发达的汗腺，不能长久奔跑，否则肌肉产生的热量很快就会使体温达到致命的程度。因此可以推测，原始人类狩猎时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持续追赶猎物，使它们无法休息、无法散热，最后热晕或者热死。这种方法显然需要一群人的高度合作，而合作需要复杂的认知能力，这促进了脑的进化。人类成为狩猎采集者以后，生存开始严重依赖工具来挖掘植物、打猎、加工食物等。人类制造石头工具的历史至少有260万年。制造和使用工具进一步促进了脑的进化。用工具加工食物，如切割、拍松、捣碎等，大大提高了消化的效率。黑猩猩每天要花半天功夫咀嚼食物，剩下的时间用于消化。人类在200多万年前就可以花少得多的时间在吃和消化上。90万年前，人类开始用火烹饪，进一步提高了消化的效率，导致我们的肠道变短。肉食给人类更多能量，人体消化吸收所需要的能量减少，因此有更多的能量供给大脑，使脑容量增大成为可能。要知道，大脑是最耗能的人体器官，在休息状态，大脑要消耗人体约1/4的能量。为了给大脑持续提供能量，我们身体的脂肪含量也高于大多数哺乳动物。例如，猴子出生时的脂肪含量是体重的3%，人类婴儿则是15%，童年时可以增加到25%。根据目前最可靠的证据，直立人最早于190万年前进化出来，他们脑袋以下的身体结构已经和现代人很相似了，走路方式和我们一样稳健高效。这得益于解剖上一些关键的改变，例如髋骨的方向、脊柱的弯曲，人类骨盆更窄，腿骨更粗壮，特别是脚的构造、足弓的形成。这些改变很细微，但是长期积累下来，大大提高了走路和奔跑的效率。早期直立人的脑容量只有现代人的1半，但到了50万年前，脑容量就和现代人在同一水平了。大脑的快速增长明显得益于采集狩猎获得的额外能量。直立人很快开始了走出非洲的旅程，几十万年间遍布全球，各自进化成不同的古人类。而我们祖先这一支留在非洲，在20到30万年前进化成为智人。智人在解剖生理上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智人2次走出非洲，第2次走出非洲后，大约5万年前开始，智人中发生了一场文化和科技革命，帮助人类统治了世界，导致人属的其他近亲从地球上彻底消失。人类进化也有代价，其中之一对母亲特别不利。直立行走后，骨盆变窄，生产时产道扩张受到限制，同时胎儿的头增大，使分娩变得更困难。即使有现代医学，生孩子有时仍然是母亲和婴儿的鬼门关。进化上的一个微调是让婴儿提早出生，因此人类婴儿出生后需要更长时间继续发育。这就是人类在农业革命前的进化史。200多万年的采集狩猎生涯使我们成了今天的样子，一种2足走路、头大、无毛、微胖的杂食动物。我们善于长途跋涉，吃肉、昆虫、植物的果实、种子、叶、根和块茎等。我们的身体适应于进化所经历的环境，但很多特征并不适应现代环境。这种观点被称为适配假说。许多今天常见的疾病都可以用这个假说来解释。以后的节目中，我就详细说说农业革命及工业革命后的适配如何导致疾病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和点赞。